安迪，我打死你！干嘛？放开我！我打死你这个狐狸精！放开！放开我！你是谁？我是魏国强的老婆。哎，刚刚到底什么情况？何总就那么结结实实让人抡一个大耳光子？我听说刚才那女人是魏国强的老婆。魏国强，这魏国强可不是普通人啊！哎呀，你可算来电了。你太太来我公司打我耳光，说我是狐狸精。你处理一下。第二，不能告诉任何人我和你之间的关系。你知道这将造成什么样的伤害？第三，不要再来找我。安迪，我知道，我打你电话就是要提醒你我太太的事情。她翻我包和手机找到了你的一些资料，我又不知道她通过什么渠道就找到了你。我跟她解释过，但是呢，我又没有办法把你与我的这种关系呢，真正的跟她说清楚，所以呢，她对我的解释，她并不相信。你说等等，他打着你的名号，谁敢得罪？难道你要让我等着挨他的棍子吗？你到底想害我到什么时候？我怎么可能陷害你呢？我只是想好好的补偿你。只是最近呢，我的家里呢有些纠纷，没有想到会连累你，很抱歉。安迪，人呢过了半百以后，就会觉得其他的东西都是虚无的，唯有自己的孩子。你的事情不要成为我的烦恼，我也不希望再因为你我受到任何人的骚扰。安迪，除了你，没人会这么对我说话的。上次那个女的又来了，就是自称魏国强老婆的那个，现在在公司门口坐着呢。保安呢？她没哭没闹没动武，保安也没有理由轰她，你看该怎么办？那就跟他耗着吧，别理他。好。行，我回头看一看吧，到时候回复你。好的，这份也留给你。那我们先走。安迪，你午饭也没吃，先吃点东西吧。哎，啊，怎么了？那人走了没有？没呢，他还挺能熬的，看样子非得等到你下班不可。好吧，我投降。总不能总让他来办公室堵我。他人呢？就在外面坐着，要不我就请他进来吧。不用，我去见你。好。哟，亲爱的，在哪儿呢？在办公室，怎么了？小李，请那位太太过来。好。你终于肯见我了。你保证不动手，
我可以请你去会议室，坐下慢慢说。我昨天晚上去的北京，上午办事儿，一到上海就直奔你这儿来了。我很累，没力气了。带他上来吧。我今天上午在法院做调解。你知道协议离婚和诉讼离婚的区别吗？我对婚姻法没有研究。那你可以回去好好研究一下。魏国强从一开始就没准备跟我协议，上来直奔诉讼。今天去法院就是为了这事儿。要怎么说你才相信？你们离婚与我无关。他要把老头子的全部财产给你，你让我怎么相信你啊？你们就是存了心要把我净身出户，然后拿着老头子的全部财产过你们俩的快活日子。我身家够用，我不需要做什么狐狸精。你当我白痴啊？我傻啊？你们之间要是没有什么暧昧关系，凭什么魏国强那么殷勤的让何英礼写遗书，要把遗产全部给你啊？空口无凭，我已经申请你和何云礼做 DNA 比对，鉴定遗书中所谓的你们之间的血亲关系。你明天跟我去北京，别想拿一张公证遗书就剥夺我的财产。我知道我说什么你都不会信。既然你那么有本事，你可以去查我的收入，国内国外的请便。至于有些人打着我的旗号行离婚侵吞财产之实，我不配合。这样的表述可以吗？你少来这一套吧。何云礼是大画家，身家丰厚，这一点作为遗产当事人，你不会不知道。老头子当年孤身一个人被我们收留几十年了，现在突然冒出来一个年轻美女，说是他的血亲，要拿走他的全部财产，骗鬼呢！你就是要拿走他的全部财产，和魏国强双宿双飞。我不会让你们得逞的。猜猜魏太那事儿最终什么结果？什么结果？进拘留所了，拘留半个月。这么严重吗？听说是魏国强在背后推波助澜，否则也不会拘留那么久。这种人我真是更看不起他了。魏太太再怎么样，也是他的妻子，他能够这么做，这个人心狠到什么程度？完全赞同，所以我赶紧跑过来提醒你要多加小心。魏国强把事情做这么绝，一定有他的用意。我们既然不知道他的目的，只能多加防备了。好了，我这边没什么问题了。这里边是房产证明，还有3套钥匙，2套上海的，1套北京的，还有何云礼先生的名贵收藏和一些现金。如果你有时间的话，抽空过目一下吧。好，谢谢。我这边没什么问题了。等一下我还要回去跟魏老先生交代一下。我这也没问题了，魏总，辛苦了，老吴，麻烦送一下。本来呢，还担心魏国强坑你，现在看来未必。这些细碎到啰嗦的东西，如果他真的有意昧下，恐怕很难有人能够看得出来。所以，如果他是为了这份遗产，没必要这么大费周折。的确。可他这什么意思呢？不管了，不管他是真的要向你补偿也好，赎罪也罢，反正这些东西现在都已经属于你了。以后你离他远一点。还有，魏太那边我已经派人盯着了，免得他以后继续骚扰你。好。其实魏国强怎么想不重要，他太太怎么想更不重要。我希望这件事情就到此为止。我不会，也更加不想跟他们有任何的纠葛。那就好。
喂，喂，我听律师说你们已经开完会了。那3套房子的钥匙你拿到了吧？房产证啊，得等过户之后才能交给你。我跟你说明一下，3套房子的钥匙呢，我只拿了北京那户的一份钥匙，因为很多收藏还有字画作品呢都在那个房间里，我先替你看管着。当然，北京的安保工作做得也很好，但是日久天长，大家都知道那个房子没有人住，难保会有人铤而走险。我呢，希望你能够尽快的把这些东西转移到上海的房子里，运输呢我来帮你安排，这样呢也便于你就近管理。还有啊，你抽时间抓紧去看看上海那个房子，看看需要安装哪些安保措施，这算是第一件事。还有，请问你的动机是什么？动机？安迪，东西转移到你那里，不是更方便你脱离跟我的联系吗？你问的是不是关于这方面的东西？这个解释不合逻辑。你完全可以留一套上海的备用钥匙，把所有东西都转移好，再移交给我。好，你驳得很精彩。第一，那就按照你说的去解决。那么第2条呢，就是有关交通肇事那个案子，人已经保出来了，等着进一步的审理。但是据说他不愿意承认 DNA 鉴定的结果，出来以后正在抓紧活动。安迪，我提醒你，最近一段时间要特别注意安全，毕竟这份遗产的数额不小。没有几个人甘心面对失去。请问一下，你的太太之前赡养过何老先生吗？如果有，什么程度？我可以考虑馈赠部分遗产给他。不，没有必要。因为最早呢，老先生只是住在教工宿舍，探访和照顾等一些事情呢，都是我一个人去做的。毕竟只是远亲，人家没有赡养义务，是吧？你有心公平合理地对待我的前妻，这很好。但是目前来看没有必要，因为大家活得都很好，不需要砍你什么油。我有分寸。如果以后呢，哪一天有了变故，等有机会，我希望你能够想起今天我们的对话。世事难料得很，安迪，毕竟你还年轻，还有更多的出路。最后一个问题，有什么方法能够约束你太太对我的侵害？遗产问题已经结束了，离婚是你们2个之间的事情，我希望她不要再来骚扰我。我一直在努力地去做，但是很可惜，她的情绪太过激动，没有办法。安迪，你还没有吃饭吧？别假装关心我，我不需要。没事的话，我挂了。